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一季说到，作为一名月薪2200打工仔的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陷入了一个金钱比例为1比100万的全新世界。在这个世界，5块钱就能买下一辆你梦寐以求的法拉利跑车，10块钱就能在1线城市买好几套房子。而此刻，在本市最顶尖的帝豪酒店的D字包厢内，得知真相的你，内心无比的狂热。我的钱没有受到影响，那我现在接近5万块钱的余额，也算得上妥妥的超级神豪啊！就在此时，你所在的包厢房门被一脚踹开，来人正是你的死对头公孙二人组。哟，我当是谁呢？是不我那穷酸的老同学吗？就你们家那条件，也配来帝豪酒店用餐？如果放在以前，面对他们兄弟俩，你肯定会因为你那不起眼的自尊心和他们大吵大闹。但是此刻的你，面对他们加起来不足1000块钱的资产，内心毫无波澜。哦，对了，我听说呀，他们家最近好像卖臭豆腐发了大财，难怪敢来帝豪酒店来吃饭。哎呀，就他们家，现在再有钱有什么用呢？卖臭豆腐的破产业始终是摆不上台面的，不过就是暴发户而已。在我这405元的巨额资产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听到他们的羞辱，你爸本来想狠狠教训他们一顿的，但是听到公孙寒阳说他有405元的巨额资产，你爸妈瞬间一颤，吓得浑身发抖。而此刻的你只是淡淡一笑说道：的确，我们的确不应该来黄字包厢吃饭，换作是天字包厢的话，应该会更适合一点。闻言，公孙二人大笑出声，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你们家105元的资产也只是刚跨过黄字包厢的最低门槛而已，就凭你们还想去流动资金必须超过5000元的天字包厢用餐，简直是笑话。闻言，你暗暗思考道：5000块钱我自然是有，但是现在还没搞清楚物价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低，暂时不能让父母知道我有4万多块钱的余额。于是你便给沈文德发了条微信：沈老哥，上次在你的拍卖行进行资产验证的时候，你知道我有1万块钱的流动资金是吧？没错，老弟，不知你有何吩咐？我现在想带着我父母进帝豪酒店的天字包厢用餐，你帮我处理一下。收到，老哥这就给您去办。随后你就将你的资金截图发给了沈文德。为了不暴露全部财力，你特意在资金的首位打上了马赛克。而收到截图的沈文德顿时惊诧不已，看这架势，我这老弟的资产至少在18000元以上，放眼全市恐怕也无人能及啊。此刻的黄字包厢内，公孙子涵见你的父母被吓得浑身发抖，不由得大笑出声。服务员，去把你们酒店的主管叫来，这是给你的小费。服务员激动地接过公孙子涵手中的5毛钱。天哪，这5毛钱真的是给我的吗？我买房子的首付终于凑齐了。随后服务员就激动地跑了出去，很快就叫来了主管。子涵公子，寒阳公子，不知您二位有何吩咐？我说张主管，你们酒店怎么回事？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这里用餐吗？你把这几个土鳖给我赶出去，实在是太影响我的食欲了。要是办好了，这5块钱就是你的了。张主管看着5元巨款，激动地咽了咽口水，随后他又看向了你。这几个人能来黄字包厢吃饭，资产至少在100元以上，我肯定是惹不起的。但是我如果能把这件事给办得漂漂亮亮的，那我不仅能得到那张5元巨款，还能抱上韩公子这条大腿，那我还怕个锤子？就你小子对子涵公子不敬是吗？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们穿的这一身破烂玩意儿，也配来帝豪酒店用餐？一旁的服务员看了看公孙寒阳手里的那5块钱，也赶忙附和道：就是我们帝豪酒店向来只接待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你们这些土鳖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随后张主管大手一挥说道：把他们几个给我赶出去，以后他们要是再敢踏进帝豪酒店漫步，就把他们腿给打折喽。此刻你的父母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而你只是淡淡一笑，掏出了2张100元巨款说道：哎呀，张主管是吧？口袋里这2张零钱不知道够不够，请你帮个小忙。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你们一家在资产必须超过100元的黄字包厢吃饭，却没想到被你的死对头公孙二人组疯狂嘲讽。张主管，把这些土鳖给我赶出去，办好的话，这5块钱就是你的了。张主管激动地看着那5元巨款，顿时见钱眼开，大手一挥就要对你动手。就在此时，你淡淡一笑，掏出了2张100元巨款说道：
张主管是吧？不知道我口袋里的这2张零钱够不够，也请你帮个小忙。张主管细细一看，顿时大叫出声：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100元巨款？一旁你的父母见状更是吓得不轻，咱孩子不会是抢银行了吧？而公孙子涵虽然震惊，却也立马大叫道：要知道这种100元巨款的超级面额，市面上流通的少之又少。像我这种有钱人所拥有的最大面额也就是50元而已，更不用说你们这些土老鳖了。不吹牛逼的说，100元的超级面额，鄙人有幸在我老爹那里见到过一次。如此稀罕之物，就算是我老爹那种有2000元以上资产的超级富豪，也才有3张100元的超级面额。所以我敢肯定，他拿的那2张肯定是假钞。闻言，张主管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立刻把他和他那几张假钞给送去银行。如果银行查验确定是假钞，你们立刻报警。另外一边，做梦银行这边正张罗着庆典，横幅上面赫然写着：热烈庆贺本行总存款突破5万元大关，一些存款达到5块钱以上的富豪都受邀来到了银行。突然，一帮5大3粗的壮汉就架着你冲进了银行。你们几个是干嘛的？这小子可拿着假钞来帝豪酒店消费，我们是受张主管的要求，把这小子带来查验他的钱到底是真是假。好小子，居然敢给张主管惹这么大的麻烦！张主管可是我行总存款达到6块钱的超级客户。随便查，但是我要你们行长亲自来查。你本以为你掏出那2张100元巨款，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吓傻，但是没想到大家都是一脸讥讽地看着你。哎呀，这还用验吗？我纵横生意场这么多年，以我的见识，这世界上最大的面额就是50元，哪有100元的面额？那钱肯定是假的。其实不怪他们见识浅薄，因为全球物价贬值后，人们日常消费最常用的面额就是几毛钱、几分钱而已，所以市面上流通的100元面额少之又少。保安，把这种招摇撞骗的人给我赶出去！我今天被你们银行邀请来，可不是来看这闹剧的。一旁的保安还处于极度震惊当中，虽然100块钱的超级面额少见，但是他在银行工作，多多少少还是见过1、2次的。张主管是我行存款达到6元巨款的客户，我肯定是惹不起的。但是那2张200元巨款，我也不敢确定是真是假。看着保安犹豫的眼神，再加上一旁众人的嘲笑声不断的袭来，你有些恼怒了。特么的，老子的钱也是从你们银行取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去叫你们的行长，老子今天要把所有的存款都取走。闻言，众人更是大笑出声。看你这一身破烂玩意儿，能有几个臭钱？就算把你所有的存款都取走，银行也丝毫不会在乎。没错，银行也只会在意我们这些大客户的去留。你浑身上下，我估计有个1分钱的存款都是烧高香了。见到众人对你的鄙夷和工作人员的轻视，你一脸恼怒的来到银行柜台，把我在你们银行所有的钱都给我取出来。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所有的钱一分不留的给我取出来。工作人员见你只是拿着最普通的大众储蓄卡，便一脸鄙夷的说道：好，我这就给您取。一旁的众人完全搞不明白什么情况，只见工作人员惊恐地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定期存款4万元整，活期存款8256元。紧接着他又想到了今天他们银行庆典的主题，随后他就一溜烟就跑了。此刻的经理办公室内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段经理，不好了，出大事了！你没看到我和这位存款达到100块钱的超级 VVIP 客户在谈合作吗？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不是，段经理，有位客户要取走他家银行所有的钱。哎呀，要取让他都取走好了，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吗？不是，那个客户要取走4万元的定期存款和8256元的活期存款。什么？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你被帝豪酒店的保镖带去了做梦银行查验资金的真伪，你随手掏出2张100块钱，说道：随便查，但是我要你们行长亲自来查。闻言，工作人员对你很是不屑，认为你的钱肯定是假的。哎呀，这还用验吗？我纵横生意场这么多年，以我的见识，这世界上最大的面额就是50元，他那钱肯定是假的。面对众人的质疑，你一气之下就要取走你所有的存款。
此时的经理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哆哆嗦嗦的将你的事全部告诉了银行经理。段经理一听，立马就想到了是你，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上次在拍卖会进行资产验证的时候，就是他给你一手操办的。那时候的你还不知道物价贬值了，所以你还给了他100块钱作为辛苦费。得到那100块钱以后，段经理的身价水涨船高，立马豪掷20元，在本市的汤臣2品豪华楼房买了一栋200平米的大房子。而此刻的他得知是你要取走所有的存款，顿时慌了神。要知道，我行今天庆典的主题就是庆祝总存款突破5万元，而那位先生的个人存款就有48256元。如果他取走了所有存款，那还庆典个屁呀！而此刻在大厅的你正还在气头上。当里个里个隆，当里个咚里个咚，爸爸接电话啊！爸爸接。喂，老弟啊，那个沈老哥，让我们一家人进帝豪酒店天字包厢吃饭的事，给我处理好了吗？老弟啊，您别生气，是这样的，能够进帝豪酒店的天字包厢用餐，资产得超过5000元，放眼全市，能达到此等条件之人少之又少。怎么，沈老哥，我的流动资金难道还不够资格吗？哎呀，老弟啊，你的资金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天字包厢只有一个，现在天字包厢已经被省里来的大家族给定下了。帝豪酒店为了塑造更极致的服务与环境，所以近几日天字包厢不接待任何客人。闻言，你顿时有些恼火了，再加上今天连续的吃瘪，你恼怒的说道：“沈老哥，你帮我安排一下资料，我要买下整个帝豪集团。”闻言，众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又是一阵嘲笑声袭来。现在的年轻人都活在梦里吗？还大言不惭的说要收购帝豪集团？就在此时，段经理急匆匆的跑到你跟前，谄媚的对你说道：“这位先生，好久不见。”段经理是吧？亏您老人家还记得我。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取走我在你们银行所有的钱，一分都不留。此时的众人紧盯着段经理的反应。段经理见人多眼杂，不好谈事，便恭敬的把你请进了贵宾室。看被我说中了吗？那家伙就是唬人的，段经理肯定是怕耽误庆典，这才对他这么客气。没错，段经理待会肯定会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而他们并不知道，贵宾室内的段经理对你苦苦哀求，就差给你跪下了。另外一边，你父母因为之前在帝豪酒店见你拿出了2张100元巨款，被酒店的主管认定是假的，最后还让人把你带去了银行查验。怎么办？如果确定是假钞的话，那咱孩子就完了。此刻你的父母实在是慌了，为了救你，他们托关系找上了5大家族的王家。说实话啊，你儿子造假钞这事儿，这可真不是小事儿，可不好办呐。王董，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只要能保我儿子平安无事，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一旁的王坤不屑地说道：“办法我爷爷自然是有的，只不过我们王氏集团凭什么帮你们？”的确，我王家在西红柿扎根几十年，关系多少还是有点的。哎，对了，我听说你们在美国那边开了臭豆腐的连锁店是吧？短短3个月就赚了105元的资产，真的假的？王董，不瞒您说，我们的确是走了狗屎运，赚了点小钱，不过在你2300元的资产面前，连屁都算不上。不，话可不是这么说的，苍蝇再小也是肉嘛，我也不跟你绕弯的。最近我们家族的确也在扩展海外市场，我呢其实还挺看好你们那个臭豆腐的业务。这样吧，我要你们公司51%的股权，你儿子这事儿我给你想想办法。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得知你要取走48256元的存款，银行经理一听，顿时一惊。要知道，我行今天举办的庆典活动就是庆祝本行存款突破5万元大关。要是让他全部取走了，那还庆典个屁呀！于是他赶紧把你请到贵宾室。段经理是吧？你们银行好大的威风啊！我可实在是惹不起呢。先生，不知道我行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地方，您尽管开口，我行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效劳。效劳谈不上，我呀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我那48256元的资产也不多，在你们眼里连个屁都算不上，我还是取走算了。段经理一听，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赶忙拿出了他珍藏已久的茶叶。这位先生，这是我珍藏已久的千年雪岩茶，绝对的好茶，您先尝尝。听到这个茶的名字，你顿时有些错愕，
千年雪岩茶你以前也听班里那些富二代吹嘘过，据说价格不菲，1年限量999份。但是物价贬值后，这茶也就值个2块钱一包而已。对于拥有接近5万元资产的你来说，也只不过是毛毛雨罢了。于是你便一杯接着一杯的喝。旁边的段经理心在滴血，因为你每一杯下去都要喝掉他好几分钱。段经理，我嘴巴有点干，想抽根烟，您应该不会介意的吧？老天爷呐，都喝了我差不多1块钱的茶叶了，还口渴。1块钱呐，差不多是我10年的工资啊！他心里这么想的，但嘴上还是谄媚的说道：“哎呀，这位先生，您看您说的，我这办公室以后就是您的家，您在自己家里抽烟，我能管得着吗？”随后他便谄媚的给你点上了烟。那个先生，不如您的钱，我的钱可以继续存在你们银行。不过，先生您放心，我行给您4万元的定期，按最高5%的利率来算，1年大概会有2000元的巨额利息。你思索片刻说道：“年利率我要10%。”天哪，10%的年利率，啥也不干，1年净赚4000元。要知道，本市的5大家族加起来的年收入也不过才2000元左右。还有就是我这个人一天看不到钱，心里不踏实，所以我要每天能在手机上看到每日的利息到账。如果办不到的话，我随时取走我的全部存款。闻言，段经理赶忙给总行打了电话。总行那边听了，同样震惊。天哪！要知道，接近5万元的个人存款，放眼全国也寥寥无几啊！另外一边，你的父母以为你掏出的那200块钱是假的，所以才托关系找上了王氏集团的家主，而王氏集团的家主却对你的父母百般刁难。先生，您的所有请求，总行那边已经答应了。这是总行给你配备的专属至尊钻石黑金卡，全国仅此1张。此卡每年享受8000元的信用额度。另外，我们还专门给您配备了1名专属秘书。卡我收下了，秘书就不用了。我独来独往惯了，要是需要帮忙的话，我直接找你。1年我给你200元的工资。闻言，段经理震惊的完全说不出话了。天哪，年薪200元，哪怕是美国总统保镖的年薪都没有这么高吧？先生，以后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还有就是我所拥有的资金，我不希望你们银行向外透露半句。先生，您尽管放心，您有48256元的巨额资产，这事儿属于我行的最高机密，我行肯定不会向外透露半句。此刻的你似乎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就在此时，电视上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震惊！一对华人夫妇赴美创立老爹臭豆腐连锁店，短短3个月资产就飙升到了105元。然而就在刚刚，这对华人夫妇将市值1000元的老爹臭豆腐连锁店51%的股权转让给了王氏集团。闻言，你有些疑惑，但又马上想到了事情的原委，肯定是爸妈以为我拿的200元是假钞，所以认定我肯定要被抓起来的，这才去王家请求帮忙。唉，这对华人夫妇这下算是惨喽，好不容易赚了105元的资产，却碰上了王氏集团这个硬茬。特么的，王氏集团是吧？你们胃口可真不小，我爸妈辛辛苦苦创业赚来的钱，就凭你们也敢觊觎？随后你气冲冲的出了贵宾室，准备去解救父母。就在此时，一群保镖跟着一男一女闯了进来。你们银行什么情况？我们王氏集团的公子和史家小姐前来，也没人出门迎接，你们银行是不想干了是吧？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你在银行的新闻上看到，父母被迫将自家市值1000元的臭豆腐连锁店51%的股权转让给了王氏集团。此刻的你内心无比的愤怒。然而就在此时，王氏集团的公子王坤和史家小姐带着一群保镖冲了进来。王公子，您来了，不知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去，我们王少亲自来你们银行办理的肯定是超过100元的大业务。你个小保安能有什么发言权？直接叫你们银行经理过来。天哪，王家果然是大家族，随便办理一个业务都是100元起步。王坤看着众人膜拜的眼神，内心一阵狂喜。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们王家呀，最近这不是扩张海外市场，之前和银行谈好的，给我们贷款800元。众人闻言更是如遭雷击一般，毕竟在他们眼里，800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天哪，不愧是王家，一次性贷800元的巨款，我看全市范围内也就只有王家能有这么强的实力了。
然而就在此时，你怒气冲冲的从贵宾室走了出来。哟，这不那谁吗？啊，对了，好像是沈文德的狗腿子是吧？之前你受沈文德邀请，在帝豪酒店和5大家族的主要成员吃过饭，其中就包括王坤和史真香。那时候的你还不知物价贬值了，所以你就遭他俩百般羞辱。真是特么瞌睡遇到枕头了，我正好要找你们王氏集团算账，你倒好，直接送上门来了。怎么，你不会是来银行取你那几分钱的存款来了吧？哎呀，王少，你有所不知，这小子居然随手拿出了2张100元巨款，这不一眼就被别人看穿是假钞。我估计啊，逮捕他的警察应该马上就来了。王坤闻言顿时大笑出声。原来是这事儿啊！我说呢，他爸妈今天还哭着来我王家求我爷爷帮忙呢。王少，你说的不会是那对卖臭豆腐3个月狂赚105元的夫妇吧？哎呀，他还真给他爸妈丢脸呢。你们也知道，我王家向来不愿意做类似于臭豆腐这样低端产业的，但是架不住人家非要把股权转给我王家呀。对呀，卖臭豆腐的破产业而已，实在是排不上台面啊。此刻的你已经有点怒不可遏了。王氏集团是吧？你记住，你会为你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付出代价，我会让你王氏集团一步一步走向破产。哟，你们这些穷人口气都这么大，骨头都是这么硬的吗？我真的是好怕哟。你要是识相的话，乖乖过来给本少磕2个响头，本少满意的话，或许还能让你家那个破臭豆腐产业赚俩钱儿，不然的话……此刻的经理办公室内，刚送走你这尊大神的段经理终于是松了一口气，突然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段经理，不好了，大厅里有个不长眼的家伙和王家的公子吵起来了。什么？王少，您这是要来办理800元的贷款是吗？段经理，银行什么情况？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是吗？少今天很不爽，800元贷款的事儿，咱们还是随后再谈吧。随后，王坤带着一众人转身就走。王哥，咱就真这么走了？这不便宜那小子了吗？还有贷款的事该怎么办？哎呀，香香，我跟你说哈，这就叫欲擒故纵。我王家每年给银行带来的利息收入都超过300元了。我今天像这样甩脸走人，银行那边不但会亲自将贷款送到我王家，求着我们贷款，而且今天所有的起因都是因为那个穷小子。你认为段经理会轻易饶了他吗？此刻的银行大厅内，段经理稍微憋着火气说道：大家都是我行尊贵的客人，我理应对各位客客气气的，但是你们也知道，王家势大，在座的各位，咱们谁能惹得起啊？这样吧，你们谁惹的事，主动站出来，待会儿和我一起亲自上王家道个歉，这事就算了。段经理其实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但这事毕竟发生在他银行，总得给王家一个交代。可是此刻的大厅鸦雀无声，愣是没一个人站出来承认错误。非要逼我动怒是吧？怎么，段经理火气这么大的吗？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段经理顿时一颤。此刻的他才注意到坐在墙角看戏的你。这位公子，您还在这里哈？很抱歉，让您看笑话了。等我把那个惹事的人找出来，再亲自送您回家。你要找的那个不长眼的家伙，应该就是我。段经理闻言如遭雷击一般。这位公子，您是说刚刚是您惹了不，是王家公子惹了您是吗？没错，段经理，这是您看着办吧。王家特么的一群不长眼的玩意，居然敢觊觎我父母的产业，多少应该给他们点教训才是。此刻的段经理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王家每年都会给银行带来超过300元巨款的收入，而眼前这位公子更是我行的超级 VIP 客户。另外一边，王氏集团内，王家家主正得意大笑：文儿果然是我王家最出众的后辈，这样一来，做梦银行这不就被咱王家拿捏得死死的？咱那些贷款啊，想啥时候还，啥时候再还。是啊，王爷爷，以王家和史家的面子，我和坤哥下个月的婚礼，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肯定都会亲自到场的。老爷，大事不好了！办个事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不是的，老爷，做梦银行那边刚打来电话说，如果我们这次想要800元的贷款，就必须3日内将去年连本带利2300元的贷款先给还上。什么？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
上级说道。你随手掏出了3张100元巨款，瞬间震惊全场。我说了，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买下这里所有的房产。你小子前几天制造假钞没被抓，今天还敢来我王家的地盘招摇撞骗是吗？我说呢，这种流通极少的100元巨款，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王少，这小子刚刚还扬言要买下我们这里所有的房产，我看他完全不把您和整个王氏集团放眼里啊！此刻的李婉婷瞬间感觉到了情况不对。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这里一套房最少都要1块钱，而一套别墅最便宜的都要10块钱啊！这样我帮你拖着，你赶紧趁机溜走。还有你那几张100元假钞，出去后也赶紧给扔了，造假钞可是重罪啊！哎呀，你们是不知道，他上次造假钞能现在安然无恙，也就因为他爸妈在我王家低三下四的跪舔我爷爷帮的忙。闻言你有些恼怒了，本来只是想给你王家一点小小的教训，让银行停掉你们的贷款业务就行，但你特么3番5次拿我父母开涮，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是不知道，他父母那可怜样儿，看了真让人感动呢。王氏集团是吧？这地头龙不对，地头虫房地产公司是你们家的是吧？王坤闻言瞬间暴怒，小子，你是不是活腻歪了？敢侮辱我王家！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是地头龙还是地头虫，在我这都得给我乖乖的趴着。段经理，王家实在是有些嚣张过头了吧？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必须让他们立刻付出代价。王坤闻言勃然大怒，啪的一声就将你的手机摔在地上。你小子还跟我装上了是吧？还敢威胁我王家！一旁的李婉婷赶忙把你拉到门口。哎呀，都到这时候了，你怎么还嘴硬呢？我听别人说，就一个王坤资产就有足足300元，更不用说整个王氏集团了。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本来你想解释的，但见李婉婷态度强硬，却只好说道：哎呀，我都听你的就是了。今天实在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还把你的手机给弄坏了。这样，我回头一定给你买一个新的。哎呀，不用，现在苹果13降价了，拼多多有促销活动，特意拿了一批苹果13做清仓价秒杀。哎呀，都到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有心情打广告？我给你打掩护，你赶紧走吧。我说的是真的，这里都是国行正品，全国联保，活动限时限量，评论区有链接，我直接去抢1台就好了。另外一边，王坤接到他爷爷的电话，得知集团突然要开紧急会议。这做梦银行真不是东西，本来说的3天内还上2300元的贷款，结果刚刚打电话来说半小时之内必须还上。此刻的股东各怀鬼胎，虽说大家凑一凑手头现金2300元也能凑得到，但是掏出的现金一时半会肯定回不来，谁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就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陷入僵局之时，王坤突然说道：爷爷，我有一计，我们旗下的地头龙房产总价值超过5000元，如果按照2300元抵押给做梦银行，他们肯定愿意的。他的败家玩意儿！地头龙房产是我王家的主营业务之一，你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爷爷，您先别生气，我们可以先赌上2300元欠款这个口子，之后再向银行贷一笔款，转头就买回咱们的房产公司，玩他一手空手套白狼。哦，哎呀，坤儿果然是我王家最出色的后辈。一旁的其他股东也跟着附和着：咱王氏集团后继有人了，后继有人了！当当里个里个隆，当里个咚里个咚，爸爸接电话啊！爸爸，这位公子，王氏集团那边要把他们价值5000元的地头龙房产，按照2300元抵押给我们银行。哦，段经理，现在的流程走到哪一步了？现在就要办手续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您的意见。闻言，你内心狂喜，我现在有接近5万元的存款，如果放在物价贬值前，肯定不算什么。但是现在我只需要花个零头，就能低价买下整个地头龙房产，然后我再原价出售，那岂不是大赚一笔吗？段经理，王氏集团抵押的楼盘，不知我现在能不能买入？这位公子，可以是可以，只是除了2300元以外，你还需要支付200元巨款的手续费呢。另外一边，李婉婷被同事百般羞辱。哟，咱们李大美女好大的本事啊，居然还认识做假钞的朋友啊！像他这种人，实在是太影响咱们公司的形象了。我看总公司很快就会把他开除的。此刻的李婉婷内心无比的难受，
但是父亲住院急需3块钱的手术费，为了保住工作，他也只能忍着。然而就在此时，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进来。尊敬的李婉婷女士，我们公司现正式聘请您为地头龙房产的副董事长，以后这里就交由您全权负责。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你通过银行的渠道，以2500元买下了王氏集团价值5000元的地头龙房地产公司，随后派手下的人去任命李婉婷成为了副董事长。尊敬的李婉婷女士，我们公司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地头龙房产的副董事长，年薪500元。闻言，众人都如遭雷击一般。你们不会是搞错了吧？就他这种小狐狸精，还能当我们公司的副董事长，还年薪500元，就凭他？此刻的李婉婷也是羞红了脸。你们肯定是搞错了吧？我也是刚来这里做销售不到1个月，怎么可能成为公司的副董事长？更不用说年薪500元巨款了。没错，他连一套房子都还没卖出去呢。我张桂芳可是公司常年的销售冠军，我看你们肯定是看错了名字，董事长肯定是给我的升职加薪才对。小张，马上通知人事部，给那个叫张桂芳的也任命一个新职位，具体的任命岗位，等我玩一把左下角的爆弹版山海经想一想，这里开局必孵出猪刚鬣，648种异兽无限吞噬进阶，点左下角链接下载就能进爆弹专服领福利。我想好具体的任命岗位，马上就发给你，你尽快给安排一下。是，董事长。你就是张桂芳是吧？是，我就是销售冠军张桂芳。没错，董事长的确有给你新的岗位安排，电话应该马上就到。刚说完，张桂芳的手机就响了。看到没？人事部的电话。张桂芳女士你好，即日起你被公司调任为五谷轮回之所最高管理，负责管理整个公司的五谷轮回之所。张桂芳闻言大笑出声。都听到了吧？老娘我升职加薪了，我就说嘛，我的能力董事长肯定看在眼里。一旁众人细细琢磨了一下五谷轮回之所这几个字，不禁大笑出声。五谷轮回之所的董事长，请吧。回过神的张桂芳愣在原地。你们不会是弄错了吧？意思是让我以后给扫整个公司的厕所？是的，张桂芳女士，你被任命为我们公司年薪5毛钱的厕所保洁。本来张桂芳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听到扫个厕所年薪居然有整整5毛钱，她顿时大笑出声，转身扛起扫把就跑去了厕所。其实她的工资还是全公司最低的，只是你当了董事长之后，给员工的第一大福利就是全员工资提高10倍。比如说原本公司一个部门经理的年薪是1块钱，现在直接提高到了10块钱年薪。安排好一切后，你骑着你的小破电驴低调的离开了。另外一边，王氏集团内，王月生暴跳如雷：“他败家玩意儿，出的什么馊主意？还玩什么空手套白狼？现在好了吧，咱王氏集团价值5000元的房地产公司被神秘人以2500元的超低价格买走了，真是废物一个！”此时，整个王氏集团变得十分的压抑。我听说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很有钱，今天会从省里来咱们西红柿，我们要不找人家帮想想办法？哦，是吗？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可是我远房表舅的儿子，也算得上是我的表哥，说不定还真能帮到咱们王家。好，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去迎接我表哥。另外一边，你在回家路过帝豪集团的时候，发现周围100米路段都禁严了，整条大路没一辆车辆来往。突然一列车队很突兀的出现在大路上，中间夹着一辆加长版的劳斯莱斯，但是你对这些都不感兴趣，骑着你的小破电驴继续前行。没想到王坤突然从车上蹦了出来。他妈，又是你小子，怎么哪儿都有你？你没看到这里不准任何车辆经过吗？你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吗？资产超过5000元的帝豪集团副董事长，也就是我的大爷爷彭有钱先生。哦，是吗？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有钱的样子啊！那他那么牛逼，玩过真山海经吗？我刚刚孵化出6星异兽，领到了限时福利，没玩过就点击左下角链接，我带你玩。你居然还敢在这打广告，要是惹得我大爷也不开心了，你小子能担待得起吗？你没理他，只是骑着你的小破电驴继续前行。哎呀，月生啊，你们王家真是越来越落寞了呀！现在连一个穷小子都敢轻视你王家，
哎呀，不是，大爷爷，其实那小子……废物一个，要你说话了吗？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哎呀，我的好大哥，是这样的，这小子前几天造了200元巨款的假钞，就要被抓了。结果他的父母呀，非要缠着把他们在美国那边市值1000元的臭豆腐连锁店51%的股权转让给我王家。哦，我估计啊，这小子心里不平衡，是来找麻烦的。回头我多补偿他们家几块钱就是了。哦，是吗？近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还能把臭豆腐连锁店的市值做到1000元，这家企业果然不简单呢。此时的恒有钱心里也开始惦记上了你父母的产业。这样，给他父母100元，把他们剩下的49%的股份转让给我，不然就曝光他儿子造假钞的事。你也知道，我这次来你们西红柿，主要也是帝豪集团最近有些项目要跟你们5大家族合作。你如果把这事儿给我办好，再将你们所持有的那51%的股权转让给帝豪集团的话，我就多给你王家分些业务，肯定让你王家赚得盆满钵满。哦。另外一边，回到出租屋内的你无聊地刷着直播，每刷到一个直播间，你都会随手刷出1块钱巨款的礼物，不为别的，只为了那句感谢我的好大哥。很快，你半小时内在直播平台狂刷50块钱的事就登顶热搜第一。此刻的你已经感受到了有钱人的快乐。然而就在此时，另外一条重磅消息力压你的热搜成为第一。据本台最新消息称，王氏集团将前几天刚拿下的市值1000元臭豆腐连锁店51%的股权转让给了帝豪集团。另外，帝豪集团仅用100元又在华人夫妇手里买下另外49%的股权。至此，帝豪集团以100元成功收购了整个老爹臭豆腐全球连锁店。特么的王氏集团，你们是还没长记性是吧？居然还敢勾结帝豪集团欺压我的父母！沈老哥，帮我安排一下，我要买下整个帝豪集团。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你在手机新闻上看到王家串通帝豪集团副董事长，以100元的价格骗走了你父母市值1000元的臭豆腐连锁店。此刻的你内心无比的愤怒。沈老哥，帮我安排一下，我要买下整个帝豪集团。闻言，沈文德如遭雷击一般。老弟，你不是跟老哥我开玩笑的吧？要知道整个帝豪集团市值就得25000元啊！沈老哥，不就是25000块钱而已吗？你尽管给我办理就是了。电话挂断之后，沈文德一阵狐疑，我这老弟的资产究竟有多恐怖？25000元在他眼里居然都只是小钱。随后沈文德便赶紧给你操办起了一切。另外一边，你突然收到前女友张新燕的婚礼邀请函，本来你是不打算去的，但是看到前女友的老公居然是文家的文岳东，真是特么的冤家路窄啊！我暗恋的女神文月心正好是文家的大小姐，月心比较单纯，看来我说什么也得去给月心撑撑场面啊，不然以后说不定还要被恶毒的张新燕怎么欺负呢？另外一边，本市最豪华的帝豪酒店门口，一对新人正在门口迎接着宾客。文老弟，新婚快乐哈！哟，张哥您来了，快请进，快请进！张家公子张响，份子钱20块，价值3块钱的宝马7系一辆，请到内厅贵宾席就坐。杜家小姐杜凌月，份子钱25块钱，价值5块钱的珍珠项链一串，请到内厅贵宾席就坐。就这样，5大家族的各个年轻一辈都来到了婚礼现场，分别都送上了20元左右的份子钱，以及几块钱的礼物。就在此时，一辆豪华的阿斯顿马丁停在了酒店门口，众人一阵惊呼：天哪，这居然是价值120块钱的阿斯顿马丁周年限量款！文家果然人脉广啊，这样的大人物都能赏脸来参加婚礼。此时，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华丽的年轻人，但是在场没一个人认识。天哪，这不是帝豪集团副董事长很有钱的公子恒牛比吗？因为帝豪集团的主营业务在省里，所以市里的大部分人不认识恒牛比也正常。而王家最近又一直在攀附帝豪集团，所以王坤认识恒牛比也再正常不过了。帝豪集团恒牛比公子，份子钱50块钱，价值120块钱的阿斯顿马丁全球限量款一辆，请到内厅超级贵宾席就坐。此刻众人已经惊得完全说不出话了。然而就在此时，
一辆破旧的小电驴很突兀的出现在酒店门口。怎么哪儿都有你？这里是你这骑小破电驴的穷小子该来的地方吗？你也不瞧瞧，在座的哪一位开的车不是动辄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的豪车？哦，是吗？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的跑车是吗？我这电瓶车的确比不上你们的豪车，但是也是我花了2000块钱买的。的确，物价贬值前，你为了上下班方便，辛辛苦苦攒了2月的工资才买了这辆电瓶车，也是你人生的第一辆车，对你意义非凡。所以就算现在物价贬值了，你成为了首富，还是舍不得扔。但是此刻众人听到你说电瓶车居然值2000元，不禁大笑出声。心妍，这就是你那不争气的前男友是吗？你都要成为我的女人了，他还想着靠吹牛来博取你的芳心是吗？此刻的前女友也是一脸嫌弃的看着你，你没理他们，径直走进了宴会大厅。尊敬的各位来宾，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特邀嘉宾，也就是帝豪集团副董事长的公子恒牛比先生上台给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闻言，台下众人惊呼出声：天哪，居然是传说中的恒牛比公子！听说他的资产已经超过了1500元，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年轻一辈的翘楚啊！他今天是来我们这小地方炸鱼的吗？各位都静一静，今天我来婚礼现场呢，主要是有2件事。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祝福2对新人，这第2件事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我受我老爸，也就是帝豪集团副董事长之托，给在座本市有头有脸的家族发出邀请函。2天后，我老爸，也就是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会在帝豪酒店的天子包厢设宴，有一个3500元的项目，想和各位合作。稍后我会将邀请函发放到有资格参加的家族手里。天哪，居然在帝豪集团的天字包厢设宴！要知道，帝豪集团的天字包厢的最低门槛是资产必须超过5000元呢。全省范围内也就不超过5个人有资格进入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帝豪集团这次合作的项目居然是整整3500元。要是能随便从帝豪集团的合作项目分一点过来，那我家族不得直接起飞呀！随后，在众人一脸羡慕的神情中，5大家族都收到了邀请函，另外还有一些小家族也收到了邀请函，其中就包括你二叔一家。宴会期间，前女友带着她的老公文岳东在你面前疯狂炫耀，看到没？帝豪集团的邀请函，我东哥的实力果然是最强的。哎呀，心妍，你说你以前怎么就能看上这种穷屌丝呢？哎呀，东哥，我和他根本就没谈对象，以前也就是跟他玩玩罢了，你才算得上我的初恋呢。哦，闻言，旁边的众人都跑来看你的笑话，王坤和史真香自然也加入了挖苦你的队列。然而就在此时，沈文德给你打来了电话。喂，老弟啊，收购帝豪集团的事儿我给你办妥了。沈老哥，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交接？最快明天就可以办理正常的交接仪式了。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你受邀来到了前女友的婚礼现场，却被帝豪集团副董事长的公子恒牛逼抢进了风头。我们帝豪集团呢，最近有一个高达3500元的合作项目，稍后我会给资产超过50元的家族发放邀请函。众人闻言一阵惊呼，作为5大家族之一的文家，自然也收到了邀请函。看到没？帝豪集团的邀请函，这就是我们文家的实力。哦，是吗？那还真是恭喜你啊，能攀附上文家这么大一棵树。听说整个文家的资产有整整3500块钱是吗？真的好有钱呢！随后你招了招手，叫来了服务员。今天既然是文家公子的婚礼，自然是不能亏待了在座的各位。拉菲这么好的酒，现在每桌也就才1瓶，肯定不够喝。这样吧，你去给在场的每一位，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每一位都上1整箱拉菲，今天都给我敞开了喝。众人闻言一阵惊呼，天哪，要知道1箱拉菲价值就2块钱呢，在座的有将近100人，那就得花整整200块钱呢。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文家公子不至于连200块钱都不舍得花吧。闻言，一旁的文岳东紧咬牙关，恶狠狠地盯着你。妈的，
你当我是傻了吗？200块钱呢，就为了装个叉而已，就要花掉我全部资产的一半，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哎呀，文大公子舍不得花这200块钱就直说嘛，没人笑话你的。不过既然是你跟我前女友的婚礼，我怎么也得出点力不是吗？这200块我给掏就是了。你还是这么爱吹牛是吗？难怪这么大的人了，身边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呵呵，我需要女朋友吗？我最近在用这款社交 APP 小回音，里面超多温柔小姐姐，一杯奶茶钱就能陪我聊2个小时呢。哎呀，你怕不是穷疯了吧？都这会儿了，还想着打广告呢？那肯定啊，好东西当然要给大家分享，这里面御姐萝莉都有，不喜欢就换。屏幕前单身的兄弟，快点左下角享受去吧。给这200块钱拿去，给在场的每一位都上1箱拉菲。此刻的众人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了。他只是一个月薪0.002元的打工仔而已，怎么可能随手掏出2张100元巨款？就在此时，黄坤跳了出来。不就是你父母在美国那边卖臭豆腐赚了100块钱，然后我大哥横牛比公子他老爸，也就是帝豪集团副董事长看你家可怜，才出资100块钱买下了你家那臭豆腐连锁店吗？要不你哪儿来的200块钱？哎呀，他父母也真是可怜的，本来有这200块钱，说不定也能收到帝豪集团的邀请函呢。这下好了，全被这败家玩意儿给霍霍光了。王坤3番5次拿你父母开涮，此刻的你已经被激怒了。就在此时，沈文德给你打来了电话。喂，老弟啊，收购帝豪集团的事儿又着落了。哦，是吗？沈老哥，现在谈到哪一步了？老弟，你也应该知道京都的顶尖家族萧家是吧？帝豪集团的董事长就是萧家的长子萧长龙。哦，就是那个萧望天的儿子是吗？没错，就是那个以50万元巨额资产位列国内富豪榜第1的萧家家主萧望天的长子。那既然是顶尖家族的产业，他们不应该会轻易出手才对啊。哎呀，老弟，你有所不知，我打听到近期萧家要整合所有的资产，全力冲击海外市场，帝豪集团就是他们第一个要变卖的资产。哦，是吗？不过我想像帝豪集团这种规模的公司，应该不愁卖才对啊。可问题就是他们要求必须现金支付，但是帝豪集团这种中型上市公司，其他顶尖家族根本瞧不上，而一些中低端的家族又一次性拿不出25000元的流动资金。眼下他们布局的海外市场已成定型，就等资金入场了，所以萧家急了，他们急了呀，老弟。沈老哥，既然他们这么着急卖的话，那不妨吊一吊他们的胃口，我可以一次性支付所有的现金，但是25000元的价格他们必须有所让步。好的，老弟，老哥我懂你的意思，我现在立马跟他们进行2次会谈。挂了电话后，你心情大好，突然看见邻桌拿着酒杯细细的品尝着拉菲。谁教你拉菲是这么喝的？拉菲就是葡萄汁，用杯子喝能尝出点啥味道来吗？我们就应该采香喝，对瓶吹，知道了吗？就在此时，1人1份的顶尖牛排意面到了，你上前阻止道：“这特么谁点的主食？我早就跟你们说了，吃龙虾一样能吃饱，赶紧把这些恶习给我改掉。”闻言，众人对你嗤之以鼻。不过是暴发户而已，有2个臭钱就出来显摆，说的我好像没喝过2块钱的拉菲似的。他们心里这么想的，但手又不自觉地拿起拉菲对瓶吹。此时坐在一旁的横牛比见状不禁大怒，毕竟在他心里，以他1580元的资产，今天最耀眼的那个人应该是他才对。哼，区200块而已，还来这里给我装叉是吧？真是可笑。看这架势，横牛比公子这是要放大招了。我呢，代表帝豪集团，可以再给大家多发放10张帝豪集团的邀请函，在场的每一位资产超过10块钱的家族，都可以通过抽奖获得邀请函。众人闻言一阵惊呼：天哪！要是我能抽到邀请函，那我家族至少能在帝豪集团的合作项目里赚个10几20块钱呢。见你一次性花光200块钱后，前女友又是对你一顿嘲讽。哎呀，就算你家有200块钱的资产又怎么样？现在都被你给败光了。这最后一次获得邀请函的机会，你都没资格参加呢。然而就在此时，沈文德又给你打来了电话。老弟，好消息啊！帝豪集团那边急需现金，硬着头皮把最终价格定在了17800元。但是老弟啊，他们要求必须当天全款到账。你现在手头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吗？
支付宝到账18000元整。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前女友在你面前疯狂炫耀，看到没？只有资产超过10块钱的家族才能获得帝豪集团的邀请函，这最后一次获得邀请函的机会都没资格参加呢。然而就在此时，沈文德给你打来了电话，说：“喂，老弟啊，收购帝豪集团的事有着落了。哦，但是老弟啊，他们要求必须当天全款到账，你现在手头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吗？”段经理，不好了，有个客户刚刚通过支付宝转走了在我行的存款。哎呀，客户存在我们银行，始终还是人家自己的钱嘛，人家要消费，我们也管不着啊。不是的，段经理，那个人的单笔消费金额是18000元，差不多是我行总存款的一半呢。什么？要知道，做梦银行前几天因为总存款达到5万元，还特意办了个庆典，但是你随便一个消费，差不多就是银行全部存款的一半呢。此刻的段经理立刻想到了是你。那位公子到底是买了啥呀？一次性居然消费了18000元，就算是买一套汤臣2品顶尖别墅，也就才120块钱呐。然而就在此时，新闻响了起来。据本台最新消息报道，帝豪集团作为全省范围内的顶尖商业集团，今日在帝豪集团旗下的帝豪酒店内，神秘人 X 先生与帝豪集团原董事长肖长龙达成协议，以17800元的价格成功收购帝豪集团。至此，帝豪集团旗下包括帝豪酒店、帝豪房产、帝豪医疗科技、帝豪商业银行等等一系列公司，全归神秘人 X 先生所有。此刻看到这条新闻的人都在网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居然还真有人能一次性拿出18000元的巨额流动资金。要知道，本市的5大家族明面上都有5000元左右的资产，但实际上能一次性拿出的流动资金也不超2000块钱呢。的确，就好比我们家虽然有30块钱的巨额资产，但要是让我一次性拿出20块钱来，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筹备的。婚礼结束后，你骑着你的小破电驴低调的离开了，准备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孩子刚打来电话，说要回来看望一下咱俩。别跟我提那个败家玩意儿，还不是因为他前段时间在帝豪酒店拿出了2张100元假钞，差点没被抓，迫不得已我们才去求王家帮忙的。没想到这王家胃口这么大，直接联合帝豪集团副董事长要挟咱俩以100元的抄底价格，把市值1000元的臭豆腐连锁店卖给他们。哎呦，待会儿孩子回来，你可千万别和孩子说实情啊，否则孩子会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啊！再怎么说，我们不是还有205元的巨额家产吗？足够我们一家人幸福的过好一辈子了。另外一边，恒牛比得知帝豪集团换了董事长之后，顿时慌了神，便着急忙慌的往家赶。而此刻的5大家族都蠢蠢欲动，都想着如何才能结识到新上任的帝豪集团董事长。爷爷，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去活动活动关系？说不准把新上任的董事长扶持好了，没准人家一高兴，咱们王家岂不是又能更上一层楼嘛？你说话还不如放个屁！你也不想想，帝豪集团董事长刻意隐藏了他的身份，别说咱们王家，放眼全省，谁能查到他的资料？真是废物一个！哎呀，爷爷您先别生气，其他人查不到帝豪集团新任董事长的身份，但是我的大爷爷，也就是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恒有钱先生肯定能查得到哦。我们可以通过我大爷爷这层关系，给新董事长塞个几百块钱，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哦，而且爷爷，这钱还有人替咱们出，根本不需要我们王家自掏腰包。这一来一回，玩他个借花献佛。哦，哎呀，坤儿果然有远见，不愧是我王家最出色的后辈。另外一边，你刚回到家，母亲便强装笑脸的对你说道：“哎呦，我的宝贝孩子回来了，妈给你烧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而老爹却在阳台上不停的抽着烟。爸妈，咱们家的事我也听说了，不管什么原因，其实我感觉把臭豆腐连锁店卖了也好，至少你们以后也不用这么辛苦了。咱家剩下的那200元家产应该够你们安享晚年了。不过爸妈你们放心，王家和那个帝豪集团副董事长恒有钱对你们的欺压，我迟早会让他们加倍还回来的。听到你提起200元家产的事，母亲实在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妈，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孩子啊，本来妈不想和你说的，就怕你有心理负担。但是就在刚刚，
王家又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威胁我们把剩下的200块钱家产全部转给他们，不然就要曝光你遭假钞的事啊！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你以17800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帝豪集团，至此你成为了西红柿最大的幕后大佬。随后你低调地骑着你的小破电驴回家探望父母，然而回到家，母亲却哭着对你说道：孩子啊，王家刚刚打来电话，威胁我们家交出200元的家产啊，这该怎么办啊？闻言，你瞬间勃然大怒，的王家是吧？如果放在物价贬值前，我的确招惹不起你们王家，但是现在是属于我的世界，在我面前，你王家几千块钱的资产就如蝼蚁一般。然而就在此时，王坤带着一众保镖闯了进来。让你们准备的钱，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此刻你的父母被吓得瑟瑟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王少跟你们说话，你们都没听到是吗？耳朵都聋了吗？面对王坤身旁的彪形大汉，父母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哎呦，我早就跟你说了，请一个好一点的保镖，年薪也就才2块钱左右，咱家现在还是200多块钱的家产，好歹也能请10来个保镖啊！你偏不听，这下好了吧？孩子也要跟着咱受牵连呢。没想到你父母的窃窃私语被王坤听得一清二楚。我身旁这位可是国内少有的玄级武道大师，我王家花了整整20块钱年薪才请来的。别说你们请10个保镖了，就算是20个，在李宗师面前照样不堪一击。呵呵，王家是吧？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立刻从我家滚出去，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王家付出惨痛的代价。王少，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孩子还小不懂事，他不是故意要冲撞您的，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不要和他计较啊。他不过是废物一个，也就能逞口舌之快而已，我也懒得跟他计较啊。谢王少，谢王少。不过你们还是乖乖的把家产都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还有，你们最好别想着随便拿几块钱来糊弄我，以我王家的实力，想查到你们究竟有多少资产，一点都不难。来，我先来玩把最近超火的救狗小游戏，好玩又上头，京都贵圈人人都爱玩。不过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你们必须在游戏结束之前给我准备好至少100块钱。此刻的你实在忍不了了，但是看到王坤身旁的武道高手，便又怂了下来。怎么不服啊？这游戏可是要智商120才能全部通关的，就你个穷屌丝，肯定连第1关都过不去吧？你要是不信，就点左下角链接下载试试。特的，武斗斗不过你，那老子就跟你玩阴的。随即你便愤怒地给沈文德发了一条消息：沈老哥，你现在立马以董事长代理人的身份发布一条通报。此刻的王氏集团内，王月生正悠闲地喝着茶。也不知道坤儿那边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哎呀，王总，您就放100个心吧，以坤少爷能力，这次最少都能从那家卖臭豆腐的手里拿来100块钱。哦，是吗？坤儿不愧是我王家最出色的后辈呢。老爷，大事不好了！他妈的，办个事毛毛躁躁的，难不成天塌了是吗？不是的，老爷，您先看下新闻。哼。据本台最新消息报道，帝豪集团对外合作部门刚刚发布通告，要求本市所有与王家有商业来往的企业，必须在3日内断绝与王家的一切联系，否则将失去与帝豪集团3500元合作项目的合作机会。随即，王月生赶忙给帝豪集团的对外合作部门打过去了电话。喂，你们帝豪集团为什么？王家家主是吧？我就猜到你会打来电话。不过你不用问我帝豪集团为什么要封杀你们王家，要怪就怪你王家的王坤大少爷惹了不该惹的人。另外一边，王坤还在你家无止境地羞辱着你的父母。他妈，你个败家玩意儿，在外面到底惹了谁？帝豪集团怎么会无缘无故就要封杀我王家？闻言，王坤如遭雷击一般，我也没惹过什么大人物啊。随后他又瞥了你一眼，说道：不，他只不过是一个穷屌丝罢了，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怎么王家这么快就遭到报应了是吗？我刚刚可看新闻了，帝豪集团好像要封杀你王家是吧？另外一边，得知帝豪集团换董事长之后，恒牛比震惊的跟他老爸说道：爸，大事不好了，帝豪集团换主人了。
哎呀，你老爹我还没有点内部消息吗？不就又来一个甩手掌柜的吗？据说这神秘的新董事长不过是个20来岁的毛头小子罢了，这以后不还是我轻易拿捏他吗？哦，就在此时，王坤打来了电话。大爷爷，你一定要帮帮我王家呀！刚刚帝豪集团新任董事长下令要全面封杀我王家呀！闻言，恒有钱勃然大怒：他妈的，新任董事长做决定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是完全不把我这副董事长看在眼里是吧？既然这样，老子就给你好好玩一玩。坤儿，你现在来我这里一趟，你们王家这次我帮定了。哦，真的吗，大爷爷？您真的能把这件事给压下去吗？您稍等，我现在立马去您家见您。挂了电话后，王坤大笑出声：看到没？我王家的靠山可是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恒有钱先生。我们走，待会儿再来找他们家算账。你王家的靠山是帝豪集团副董事长是吗？我正好找他有点事要处理一下。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王坤带着人闯进你家，威胁你父母交出200元的家产。此刻的你无比愤怒，随即便让沈文德发布公告，要求本市所有企业立刻停掉与王家的合作。但是得到消息的王坤一点都不慌，我王家的靠山可是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恒有钱先生。我们走，待会儿再来找他们家算账。王坤万万没想到，他眼下惹的这个人正是帝豪集团神秘的董事长。沈老哥，帮我安排一下帝豪集团的高层会议，我想这高层人员是该整顿一下了。发送完消息后，李婉婷又给你打来了电话。喂，下午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顿饭。哦，是吗？怎么突然要请我吃饭？你这肯定是有什么喜事对吧？那个，我最近升职加薪了，现在是地头龙房产的副董事长。地头龙房产也是我的一个小产业，我能不知道吗？那个，我真的没有炫耀的意思哈，只是想找好朋友分享一下喜悦。闻言，你故作惊讶地说道：哇塞，真的假的？我的好兄弟能力就是强啊，以后记得多帮帮我哈。一定，你以后有事一定要多找我帮忙。下午2点，我会在帝豪集团的玄字包厢设宴，你一定要来哈。挂了电话后，你内心一阵想笑，婉婷肯定怎么也想不到，我就是地头龙的董事长，给他升职加薪的也是我。不过既然婉婷现在是副董事长了，也该有一辆配得上他身份的车。思考一番后，你便决定亲自去一趟帝豪集团旗下的帝豪名贵车行。进去后，你一眼就看上了一款粉嫩的保时捷911周年限量款。这款车不错，婉婷肯定喜欢。随后你看了一眼价格，不自觉地愣了一下。哎，要是放在物价贬值前，这款车少说也得700-800万呢。哎，看归看，你可别乱摸哈，摸坏了你赔得起吗你？看着手下的员工这副态度，你怒了。这都谁教你们的？面对客户就用这样的态度是吗？呀，这年头骑破电动车的人口气都这么大的吗？你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全款我要现车，除了你以外，谁都可以来接这个单子。随后帮我送到地头龙房产公司就行。看到你随手拿出的100元巨款后，那名女销售肠子都快悔青了。现在的大老板出门都是这么低调的吗？不一会，车行门口又来了一个骑小破电驴的。这次那名女销售学精了。贵客你好，不知道您看上我们这里哪款车了？我现在立刻去给您办理手续。我就是来送个快递而已，哪里买得起你们这里动辄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的豪车呀？这帝豪集团的新任董事长还是有些嫩呐，他只说不允许其他家族和企业与王家合作，但是这帝豪集团本次3500元的合作项目，他并没有说王家不能参与。但是大爷爷，这给不给我王家合作的机会，还是人董事长说了才算的呀。老子在帝豪集团扎根这么多年，心腹还是有的。你难道忘了帝豪名贵车行的总经理，帝豪医疗的院长姓什么了吗？哦，大爷爷，您这招偷家玩的妙啊！另外一边，你来到帝豪酒店的玄字包厢后，看到李婉婷正和一个男子相对而坐，男子一副色眯眯的样子。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哎呀，好兄弟的邀请，我怎么能不来呢？随后你瞥了一眼座位上的男的，他是谁？也是你请来的吗？实在不好意思啊，他是我以前的同学，本来今天是单独请你的，但是他打听到我要在帝豪酒店设宴，所以他就来了，我真的没有主动邀请他哈。坐下来之后，恒百池对你很是不屑，不知这位兄弟是在哪儿高就啊？不敢，
我只是一个无业游民罢了，谈不上高就。的确，虽然现在你是帝豪集团的董事长，但是基本都是沈文德替你出面的，你不过是甩手掌柜罢了。但横百池闻言不禁大笑出声，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呢是帝豪集团旗下的帝豪名贵车行的总经理。既然你是婉婷的朋友，那你以后跟着我干就是了，我给你年薪1块钱。哦，是吗？你就是帝豪名贵车行的总经理是吗？帝豪集团有你这种败类当总经理，迟早要完蛋。看来是该好好整顿一下帝豪集团高层了。别看我现在年薪只有30块钱，比不上婉婷500块年薪，但是我跟你们说哈，帝豪集团再怎么说也是大公司，可以捞的油水还是很多的。闻言李婉婷一惊，作为朋友，我还是很善意的提醒你，以后还是少做这种事，而且你也不要这么随意的对外声张。哎呀，无所谓，我相信婉婷你肯定不忍心举报我的。至于这位小兄弟嘛，应该没有接触到帝豪集团管理层的机会吧。我想我努力努力，应该也能够成为您的同事的。好，年轻人嘛，爱吹牛很正常的。不过我也不跟你们多拉扯，我帝豪集团今天召开了高层会议，我呢现在要去参加高层会议去了。此刻的帝豪集团内，所有帝豪集团旗下公司的一把手都到场了，等待着新任董事长的到来。唯独副董事长恒有钱没有出席。恒总，您的帝豪车行做的确实不错，升职加薪肯定没问题。那是自然，看到没？我大伯，也就是咱们集团副董事长的电话。哦，以我的成就和背景，年薪至少得100块。爱池啊，你名贵车行这次在集团3500元。哦，是吗？听说有人想要升职加薪是吗？怎么样？爱池，他们没听到吗？爱池。如果全球物价贬值100万倍，而你的钱却没有贬值，会发生什么？上集说到，横百池不知你的真实身份，便很装叉的说道：别看我现在年薪只有30块钱，但是我跟你们说哈，帝豪集团可以捞的油水还是很多的。闻言你不禁大怒，随即便给沈文德发送了一条消息。晚上7点，除了副董事长之外，所有高层都在会议室等待着神秘董事长的到来。外池啊，你们名贵车行这次应该会从3500元的合作项目里分到700。还没等恒有钱说完，你就推门而入。此刻大厅的所有人都看愣了。他难道就是那个一次性拿出18000元的巨款买下咱们帝豪集团的新任董事长吗？开什么玩笑呢？我下午见过他，不过是一个无业游民罢了，怎么可能有18000元的巨额流动资金？我有没有钱你不需要知道，但是我看你印堂发黑，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啊。随后你又拿出手机给沈文德发了一条消息，拿着垃圾手机在这给我装是吧？我这手机可是3000多块钱买的，恒总经理你确定你能赔得起吗？的确，这手机是你在物价贬值前花3000多在转转上买的，比新机便宜了2000，但是此刻在场所有的人都笑了。我这豪华版苹果14也就才1分钱而已，居然有人说他的手机值3000块钱，真是笑话。哎，真是一群没见识的玩意。他家每台手机都有专属验机报告，还保修1年。你要是不信，就去查查看咯，上面还有2手平板电脑之类的，特别划算。你小子还跟我装上了是吧？门口的保安都是吃干饭的吗？就这样的穷子也能随便进我们帝豪集团是吗？恒总经理好大的威风啊！闻言众人一惊，只见沈文德径直走向了董事长的位置。沈总经理，你不过是董事长代理人而已，或许还没有资格从董事长通道进入吧？哼，跟我谈资格是吧？你看我现在有资格吗？恒总经理。此刻众人齐刷刷看向沈文德手中的文件，上面赫然写着：沈文德作为帝豪集团董事长代理人，享有董事长的一切权利。因为突发状况，恒百池还没听完恒有钱的话，就急忙挂了电话。事情呢，基本都谈妥了。帝豪名贵车行700元合作项目的份额可以全部承包给你王家哦。不过这7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呢，你王家能吃得完吗？大爷爷，规矩我都懂，
只要这700块钱的合作项目能承包给我王家，我王家一定给您奉上300块钱的回扣，另外再给恒百池总经理50块钱回扣。此刻的恒百池装叉没装成，面子上实在挂不住了，转而又嘲讽你道：沈总经理有资格进来，你个穷子瞎凑什么热闹？这位是我的助理，你有意见吗，恒总经理？不过我看恒总您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的事吧。闻言恒百池一喜，沈总，难道新任董事长是要给我升职加薪是吗？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年薪给我提高到100块就行。哼，还想升职加薪？做梦去吧你！我宣布即刻起辞去帝豪集团旗下帝豪名贵车行恒百池的总经理一职。沈文德，你凭什么辞退我？要知道以集团的合约，你们单方面辞退要赔偿我违约金300块钱。董事长说了，多少违约金都可以给你，不过你这些年在帝豪集团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应该付出相应的赔偿？此刻的恒有钱和王坤还沉寂在喜悦当中，突然收到一条消息。据帝豪集团内部消息称，帝豪集团旗下帝豪名贵车行原总经理恒百池在任5年来，年薪30元，总共拥有资产应不超过150元，却因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从帝豪集团的各个项目中非法获得超1500元的巨额资产。帝豪集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恒百池赔偿1500元的财务损失，并辞去恒百池帝豪名贵车行总经理一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恒百池惊慌失措，赶忙驾车往恒有钱家里跑。我也没惹过这新任董事长啊，他怎么刚上任就要调查我？随后他不经意间想到了你。妈的，小吹牛皮吹大了，没想到那人居然是沈文德的狗腿子。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恒有钱大为震怒。他的一个破卖臭豆腐的也敢来坏了我的好事。而一旁的王坤也是气得直跺脚。看来是该给那小子来个了断了。记住，一定要做得干净一点。此刻的帝豪集团内，很多人都慌了，生怕下一个被辞退的就是自己。大家不必担心，只要大家忠心给集团办事，新任董事长还是赏罚分明的。这不，董事长下令，全员工资翻1倍。天哪，这要是真的话，那我的年薪不得直接突破100块钱呢？全员年薪不过是从300块钱提高到了600块钱而已，就能让他们兴奋成这样。虽然要多花几百块钱，但是今天不仅立了威，而且还笼络了人心。此刻的你似乎已经到达了人生的巅峰，然而就在此时，母亲又给你打来了电话。孩子啊，王家那个大少爷，还有一个叫什么白痴的少爷，都在咱家门口，就等你回来呢，你可千万不敢回来啊！闻言你大为震怒，随即就带着沈文德回了家。哟，你小子还挺有种啊，还真敢回来是吧？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立马从我眼前消失。你小子还挺狂是不是？给我好好收拾他！你们2个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沈总，您怎么也来了？您总不至于为了这小蝼蚁和我王家结仇吧？恒百池是吧？你猜我这小蝼蚁的事？沈老哥堂堂帝豪集团董事长代理人，为什么要亲自来？我又为什么能从帝豪集团的董事长专用通道进入？还有你王坤大少爷，你用你的猪脑回想一下，你们王家是不是自从惹了我，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呢？